你哭什么？这气氛都感人的烘托到这儿了，再不哭就不礼貌了。一想到促成了这个事儿，我都觉得自己好厉害。严公子和青娘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，我们也算是做了一桩好事，才能给自己积福报啦。你真的觉得会长久吗？当然会长久啦。师祖，人的命运呢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，只要我们有心改变，就可以撼动天命。你知道何为天命吗？我知道啊，我的天命就是，我注定会过上闲云野鹤、吃喝玩乐的日子。月儿，欢郎，你别过来！欢郎，你别过来！欢郎，别过来！我不过去。别过来！欢郎，不要，你要别过去！欢郎，快放下月儿！青娘，长痛不如短痛吧。不要！你根本不知道月儿将会面对怎样的一生。欢郎，住手！欢郎，不要！青娘，冷静点。青娘，你宁愿活得窝囊，也不愿意死得有尊严。欢郎，你不要碰我的月儿！欢郎，公子，你救救他！公子，师祖，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把月儿还给我！欢郎，师祖，你能救他的，对不对？你神通广大，你肯定能救严公子和月儿的。师祖，没人能救他，公子，这是他的命。可孩子呢？孩子他是个活生生的个体，月儿，他应该有自己的命运，他能决定自己的命运。师祖，你的母亲不能，严欢你也不能。不要！你说的对。把月儿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月儿，你这么惹人怜爱，爹爹不愿你重蹈我的覆辙，也不忍你就此早夭。你不要！欢郎，我求你！不要！欢郎！不要！你让我你救救！欢郎！他毁了火焰太极，可这凤山血脉要如何抹去？真好，终于可以结束这一切，终于可以化成灰烬。自从打开了灵符，我慢慢觉得，这里的一切变得跟我有关起来，也会被这里其他人的命运牵动着情绪。今天周青儿和严欢的悲剧，竟让我这么难受。严欢不过活了20几年，
师祖却在这种命运之下活了几百年。对于颜环而言，死是解脱。那对于师祖呢？他一定比颜环还要痛苦吧？可是，我又能劝他什么呢？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便能结束你这悲惨的命运。不要，不要！他的命是我跟随宣府的，我们给我，给我！快，他们来了！快！不要！小儿，小儿！母亲。司马交！师祖，我专门打的蝴蝶结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师祖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还是想说，你不是颜环，你是你自己。殊途同归罢了。师祖，一般我醒过来，司马交也会睁眼，这回怎么还没有动静啊？该不会是晕过去了吧？太好了，你没事啊！吓死我了！啊！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便能结束你这悲惨的命运。小儿，小儿，母亲，师祖你怎么了？我做了个梦。师祖你不仅睡着了，竟还做梦了。哎，你梦见什么啦？我梦到了那个女人。别人见了我，无非是害怕、厌恶、讨好，但她对我却像对待路边的花草树木一样。老板，老板，
别老板着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嘛！你这算什么师祖？简直就是小学鸡。这种简单的情绪，总令我觉得平静。明明如此弱小，他却依旧能时刻把自己照顾得很好。高人，来接引我们去百凤山的人到了。拿着这个，怎么不带我去啊？你待在这里。师祖，你怎么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啊？我快要死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从我出生，就有很多人想杀我，他们想要我的命，但我不想给他们。谁有我的命，我就要谁的命。可是，如果你现在想要我的命，我可以给你。你想要吗？不想要。可这是你的任务。我知道你虽然不想杀我，但如果我死在你的手里，对你来说也是有好处的。你别熬人生了，好不好？你不会死的。你真不想要我的命啊？不想要。那你会和我一起死？我是跟你一起活。你起来，我们先离开这儿。师祖，你起来。只有彻底毁了这里，才能让凤山血脉再不遭他人利用。我一死，我的身体就会被这火烧光。我一点血肉都不给他们留，这凤山一族也就彻彻底底灭亡了。这灵火一熄灭，庚辰仙府的命脉也就断了。你别再说这些有的没的。你先起来，我们离开这里。我以为你会跑，我叫你跑，你为什么不跑？你这样一点都不威风，一点都不帅。你振作一点。反正都要被烧成灰了，是什么样子重要吗？这么快就来了？
石仙侣，你果然已经攻至大成，难怪要嘉信在百峰山暗中行事。让我猜猜，你恐怕还在何处蓄养了另一簇灵火，想利用我司马氏的秘密，达成你的目的。灵火，司马交，你莫要再信口雌黄！我若与这里同归于尽，不给你留半分的凤山血脉，你也不用再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是想活出性命，和我们一起死，合力阻止他。没用的。司马交，你好像真的是强弩之末。身体快崩溃了。你在害怕，真正该害怕的是对面那些东西。司马交，你要是实在太疼就算了吧，反正都要死了，没必要为了他们延长自己痛苦的时间。估计我今天要交代在这里。不过，假期有这么久，我也挺满足的。我的天命就是，我注定会过上闲云野鹤、吃喝玩乐的日子。师宗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吗？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。我对这天地已无留恋，而他却只想好好活着。算了。什么算了？他这是要做什么？师祖，走。走。师祖，你快走。你走不动了吗？走不动了，你快自己逃吧。你再撑一下。起来。你连逃都不会吗？起来，师祖，再撑一下。你要带我一起走？对。你是想死吗？不想。你带着我走就是找死，你没那么傻吧？这不是傻，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振作一点。你告诉我逃到哪里比较安全。你快走。师祖，司马交，司马交，你快醒醒啊！司马交，他脚上的是什么？怎么在发光？
在哪儿？我为什么好像进了别人的地盘？既然有缘来了，便不要急着出去了。孩子，看来你还记得我。果然是你。你是来杀我的，还是来救我的？杀人亦或救人，都有可能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需要解开一个问题。若我没有耐心给你解答呢？这个问题不是由你来回答的。燕九。你醒了，来，感觉如何？若离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师祖呢？师祖现在怎么样了？当时施家人察觉了你的行动，袭击了你，我趁人不备将你救下，悄悄将你带回了我这里。师祖那边你且放心，施家和几大宫的人没能制住他。不过，师祖和庭燕现在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？那我得赶快去找师祖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现在去找不过是添乱。先坐下。现在外面施家和几大宫的人都在到处寻找师祖的下落，你此时去找，非但会引人注目，而且更有可能像这次一样让自己受伤。可师祖那边……你放心吧，我相信他和庭燕既然有办法逃脱，就定会没事的。这样，我行动比你方便一些。我现在出去打探一下他们搜寻的结果，你在这里等我便好。我施家几百年的心血啊，被这小子给毁了！待我完成100年大计，我定要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！掌门，弟子将附近搜查了一遍，并未发现司马昭的踪迹。他已经无力反抗，这片刻的功夫，怎么可能无影无踪？去找！去找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是。父亲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司马昭在外交中身受重伤，以他的体质，就算躲上几日，也无济于事。而现在我的计划已经暴露。百凤山一回，入京之计，就是趁他身负重伤，重新把他再封印。可是百凤山的事情泄露了，我担心八大宫因此会对我们的计划。八大宫现在着急抓司马昭呢，没工夫去深究这些。真是，把这里给我收拾干净，知情的人一个都不能留下。是。姑娘是魔域的魔修吧？
我是魔修。若是让掌门或其他公主知晓你的身份，你觉得司马娇还会护着你吗？我觉得，即使我是魔修，我应该也没有伤害过人吧。姑娘不用紧张，我知道。哦。我的双眼可见善恶，所以能够知晓，你并非邪魔之流。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要被你收了。多年前，我在三圣山见过司马娇一次。那时候他年纪尚小，就显露出了超乎常人的心智与悟性。我当时给他取了慈藏作为道号，便是希望他对生灵有慈心，能将他的杀心归藏。在我所预见的未来里，他会以一己之力毁灭庚辰仙府，几乎颠覆了整个修真界，更是屠杀无数无辜的凡人。是我土变成胶原，是仙境沦为地狱，导致生灵涂炭，犯下滔天罪孽。师祖他虽然看起来残暴，但他并不是滥杀的人。万事万物都不是绝对的，就算是死路，也会有一线生机。我在他满是血腥杀戮的未来里，窥见过一丝生机，所以我预言，他会等到一个转机，一个会改变他的人。那个人是谁？当年我在他身上留下了一枚念珠，意在镇压他身上的戾气，助他清心。但同时，他若起了杀意，便会感到痛苦难当。那这珠子原来不是个装饰品。这念珠，他人只觉得是束缚司马娇的封印，自从戴上那天起，再无人能解开。但其实，它还是一样灵药。若你能解开这个封印，这枚灵药便能救他一次。若你不能解下，就说明司马娇没有等到那一线生机，今日就是他生命的尽头了。您就不能直接救他吗？姑娘不妨试试。果然如此，既然你是司马娇的一线生机，那也是黎民苍生的生机。还望日后你对司马娇多加劝阻，引他向善。世间尚存其他灵火，希望司马娇妥善处置，多行正道之事。其他灵火？什么意思啊？姑娘转告司马娇，她自会明白。可他现在这样，伤这么重，多少创可贴都不够用了。高人，高人！我与凤山一族的这一场缘分已了结，今后还请珍重。您就这样走了？这珠子虽然是你脚上摘下来的，但你应该不会嫌弃自己吧？脸色好像没刚才那么差了。
终于让我救了你一回。江夏万军雷劫，冰山河浩荡碎裂眼前。几时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白玉之间。当阡陌一面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灵魂长得跟个小白脸似的，真够诱人的，也没喊过一声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自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化乱，最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，就算对此司马娇，你快醒过来了！纠缠生生世世不还。你还想睡觉？这家伙快死了！我刚给他吃了救命大补丸。这家伙的灵符里面一团糟，他之前要跟人同归于尽，连神魂都差点烧了拿来用。现在虽然身体正在恢复，但是意识已经快散了。那会怎么样？会死。合着刚刚那高人的灵药只能救身体，救不了神魂啊！你进他灵符，把他的神魂劈一劈不就行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你不是一直喊着要杀死司马娇吗？你有这么好心吗？你以为我想救他？我还没想到办法和他分开。他现在死了，我不就一起死了？所以你赶紧救他！你说的轻巧，司马娇修为这么高，他不敞开灵府，我怎么进去？你去试试啊！他不是很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你从哪儿看出来他喜欢我？他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？你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快点吧！再不抓紧，等他意识彻底消散，他可就真死了。司马当活马医吧，我怎么进灵府啊？贴额头。哦，贴呀！这就是司马娇的灵符了。怎么没反应啊？难不成是神魂受伤太重？没有攻击性了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师祖，司马娇。娇娇，这么容易就开了？这家伙的灵符
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？换我也得发疯。他将永生地活在烈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昭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。司马昭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不要，不要！这是神魂内核。如果这个要是碎了，人就会彻底灰飞烟灭。不，停下！快停下！不要！我要怎么才能按住他？司马昭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只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
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哼！他不是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，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他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呢。哎呀，不，太膨胀了。人生3大错觉之一就是对方肯定喜欢我，10有8九都是自作多情。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对方可是活了起码500岁的老祖宗，怎么可能喜欢我的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点喜欢。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，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我不可能救了一半不救了吧？这半途而废的岂不是更浪费？哎呀，我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廖天言的灵府竟如此宁静舒适。我之前好像都没有怎么认真看过你的容貌，所有的印象好像都停留在第一次见面那一天。当时我旁边那个人的尸体倒下了，血溅到我的裙子跟手上，我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再后来，我看到你对抗越来越多的人。又渐渐了解到你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，我遭受过的痛苦，都要一一讨回来。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，对你的害怕反而没有那么深了。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怕了，哪怕想着你醒来会对我发飙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这么柔的耳垂，怎么没生成个有妇之人？
你醒了。目前这个问题很难跟你解释。熊孩子臭火苗，说什么起码要帮他融合修养3次，他才能苏醒。现在才2次，谁教你的数学啊？我似乎睡了一个好觉。那可能有我的功劳。你胸口的伤也快好了，志玲。你怕什么？你说我怕什么？师祖饶命！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不饶。怎么？不喜欢？不喜欢。看来你这次受伤还真挺严重的，连真言之势都失灵了。你方才说不喜欢，难道你很喜欢？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真话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没了真言之事，我现在仿佛也能辨别你说的话是真是假。这气氛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那小火苗说的是真的。司马萧真的喜欢我。金谷天的特产可以清心凝神，给你体验一下。这人哪像刚受过重伤的样子？此地是那人幻化出来的灵境，再过半日，这里便会消散。哦，怪不得这天都不会黑的，也没有追兵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高人让我转告给你，说这个世间还有其他灵火存在，什么意思啊？恐怕是尸千缕私自蓄养的那簇灵火，还未熄灭。尸千缕为何要饲养灵火？灵火不是你司马一族才能供养的吗？你可知晓，司马氏一族飞升成神之事？庚辰史上有写，许多年前，司马一族有许多仙人大能们借助雷劫飞升成神。飞升成神，只不过是这世间的一个笑话罢了。从前，没有仙人飞升，这天地间便会灵气充裕。这我知道，书上说，是因为仙人飞升，神界与下界之门连通，灵气注入凡间。真实的缘由是，那些飞升的仙人，并没能去往神界，而是消散于这天地之间。神魂与肉身，化为了精纯的灵气，反哺于这世间。如今，司马氏一族即将灭绝，便是这冥冥之中的气运天道。
要灭司马氏。怪不得八大公跟施氏敢这样毫无顾忌地算计你们剩下的司马氏族人，就是因为知晓，那些所谓飞升成神的显赫风光，都是假的。除了司马氏一族的人，无人知晓，结束飞升诅咒的方法，就是融合灵火。啊，这种惊天大秘密你就告诉我了？对你何须要有秘密？现在看来，施千旅是知晓了这个秘密，才起了贪心，所以他养灵火，想获得长生，是吗？对，他创造了百凤山，就是要以换血秘阵获得凤山血液，这样他才拥有融合灵火的基础。可我如今已经毁了百凤山，他应该无法继续供养灵火。但照那老东西所说，施千旅那簇灵火未熄，说明他在别处还藏有凤山血脉。换血来获得长生，施千旅胆子可真够大的。你现在是不是打算除掉他？杀了他如何能够？我会在滋养施氏一族的9座灵山埋下暗火，待我找到施千旅的那簇灵火，我便一并点燃灵山的引线，摧毁施家100年的妄想。可是你刚醒过来嘛，要不还是先养养伤吧。我不会医术，你要是再倒下了，我救不了你怎么办？无妨，毁掉施家的阴谋，我方法多得很。只要我不想，无人能伤我性命。那你现在还想？叶公主，叶公主，有何要事啊？我来是想问问师掌门，若是寻到了司马娇，打算如何处置他？那自然是将他再度封印于三圣山，届时还有劳叶公主和我们共同开启封印阵法。师掌门恐怕另有所图吧？叶公主何出此言呢？百凤山乃师掌门一手所为，我很好奇，山中凤山一族的血究竟流向了何处？师某也很好奇呀。叶公主这些话不对其他的公主讲，反而来找师某，所图为何呀？我要司马娇的性命。哦，真是没想到，叶公主憎恨司马娇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了。叶公主此举不是为了报私仇，而是想打破这邪魔屏障。你我都有秘密，便无需躲躲藏藏。我只问师掌门一句话：你可有杀司马娇之心？师某可以和叶公主合作，杀人灭火，但是我怎么做会有什么好处呢？百凤山一事，我会守口如瓶，这便是好处。
叶公主，石某要封你的嘴的办法多的是啊，你说这些与我何用啊？师掌门别忘了，我虽修为不及你高强，可我毕竟是一宫之主，希望师掌门莫要小瞧了我。不过师掌门与我目标一致，何须费心费力针对彼此？不如联手，事成之后各取所需。石某非常欣赏叶公主的魄力，还望叶公主一有消息及时相告。也希望师掌门遵守承诺。见过姑姑。薰儿不必多礼。是薰儿无能，让父亲失望了，这才惊扰了姑姑。无妨，我闭关修炼，本就是为了提高修行，来日可以助你父亲一臂之力。如今，尽快抓住司马娇才是重中之重。百凤山被毁一事，并非你的错，你也不必太过自责。多谢姑姑。众弟子听令，且随我与你们少主兵分两路，搜查司马娇下落。是。师祖，司马娇，为什么这些人看不见我们也不会撞上来啊？我用隐身术隐蔽，这些人修为低下，感觉到强盛的气息，自会避开。你受伤了也管用啊！就算我重伤未愈，这些人远不是我的对手。那我们一直用隐身术不就好啦？隐身术消耗的灵力较多，我如今只能保持片刻时间。对哦，你现在重伤未愈，各种高阶术法也失灵了。要不咱们还是低调点吧，毕竟逃亡嘛，不是度假。这些事情你无需担心，有我在，你到哪里都是度假。这发言真够霸气的。话说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这一路走来，感觉越来越偏僻了。洛河仙方，一片普通人和修仙者杂居的方式，是庚真仙府最边缘的地带。怪不得这些人看着都不会术法的样子，修仙者也很少，更像是凡人居住的地方。都是一些被排挤或者修为不高之人罢了。那我在这里，是不是也算大佬啦？如今，你已经达到化神后期，只差一步，就能进炼虚。什么破地儿！你们动作给我小心点，把我东西弄坏了，要你们狗命！这阵仗，刚刚那两个人什么身份啊？这个人见过吗？没有。见过这个人吗？这个人见过吗？闪开！见过没有？仔细看看，见过吗？见过吗？不认识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这个人见过吗？司马娇，快追，在上面！你们两个往那边去。好，你们跟我来。是。
刚才是否有其他人进来？你们是都没长眼睛吗？还是说这是你们的房间？我堂堂幕府兄妹二人，要给你们让位啊！师姑，最近确有传闻，幕府老爷的外孙子女要来此处求学。不过是一些攀附我们施家的无名之辈罢了。走。给你玩。这是那对刁蛮兄妹。是。我们不是去向诗千里复仇的吗？扮成他们这样干嘛？你让我低调些，我便以这二人的身份掩人耳目。他们是外府穆家老爷的外孙子女，穆家与施氏一族多年联姻，便是施氏一族的势力。但幕府在洛河仙方这一边缘地带，位置隐蔽，以他们的身份，不会被施千里察觉。哦，明白，大概就是方便咱们复仇，又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可算来了，外祖。好，好，好，看到你们没有受累，外祖就安心了。往后啊，你们便和其他学子一样，住在这陈学府内，务必要好好学习，不要丢了我穆家和叶幽公的脸呐。看来我们真的是要去上学了。不去便是。这种学府枯燥得很。可是我们在借身份行事啊，不去的话暴露了怎么办啊？你们在嘀咕什么呢？稍后便随管家去陈学府验明吧。真的看过了，这几个就看过，就是。夫子来了，夫子来了。众所周知，修为的高低决定了灵力和术法的强弱。这是咱们的老夫子，这也太……认真听讲。而灵根的多寡和不同，则决定了我等对五行灵力的掌控力，以及能用出何种术法。修仙之人不仅要刻苦修炼以提升修为，还要学习各类术法。根尘仙府能成为第一仙府，除了祠葬，这样他就看不见我们真正在干嘛了。为我们提供了优于别处的修炼条件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便是我们有最多的术法典籍。大家也来练一练吧。基础不牢靠的人就是容易翻车。你不是想睡觉吗？怎么突然听起课来了？你不是受伤了吗？我想着，我如果能够学习一点术法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帮上你呢。不必，你做你想做的事情便好。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。即使我帮不上你吧，那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，我能够自保的话，也就能不给你拖后腿啦。那上面的半吊子能教你什么？你最擅长用土、水、木系，用以攻击、防御与速度。你还可以用衍生术法。有点酷。
以你如今的修为，可自由进入空间，无需再用这种东西储物。空间在我体内啊？空间在你的灵府之内，你若不在其中，无人能够入内。我试试啊。你这又是啥新鲜玩意儿？这些都是什么呀？与师氏亲近的氏族。你怎么知道这些氏族跟师氏亲近呢？凤七阁武斗台的死斗，你忘了？哦，那你是通过当时的对阵局势，完成了他们的势力划分？你不会要把这些人都杀了吧？我不会杀这些弟子，我只是利用他们，转移视线里的方向，替我寻找灵火，争取些时间而已。看不出来你这个大魔王竟然开始在乎我们这些小喽啰的生死了。啊，你这就走了？逃课不好吧？要不去空间转转？成功了！要在这儿多囤点东西。先囤点吃食、生活用品，万一我们被施家的人找到，躲进了山里，日子还能过得滋润点。还要备点药物。司马娇那个身体，一受伤半年都好不了，备点伤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再写点什么呢？有了。你就是夜游宫里那对双生子里的妹妹吧？你哥哥呢？看来司马娇的隐身术体验卡到期了，尴尬了。我叫齐乐天，你叫永令春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齐家与穆家世代交好，你可以叫我一声齐大哥，日后或许我还能照顾照顾你。在课室如此没有规矩，出去站着。安静。可惜没让司马娇看到我这现学现卖的能力。我门下的弟子把百凤山翻了个遍，也没找到司马娇的踪迹。司马娇应该已经逃到了别处，我们再在百凤山附近查找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叶公主，你今日怎能愿与我等一起议事，实属稀奇。我身为阴之宫公主，自是要以先府大局为重，这有何不妥？哼！好了，各位，莫因小事争执而离心啊！当务之急就是我们要齐心协力，捉到这司马娇，将他
再度封印。公主，如今师祖已经成了其他宫的众矢之的，我们还要暗中协助师祖吗？日前我在百凤山发现施真旭在暗中销毁一些尸体，此事绝不简单。师祖虽然性格难以捉摸，但绝非是杀戮无道之人。比起暗中谋划的施千旅，师祖才是先父的希望。可是您此前推脱了赴百凤山对付师祖一事，恐怕施千旅会有所怀疑。你马上把施真旭暗中销毁尸体一事透露给日晷。是。师掌门，那日事出紧急，我们对百凤山一事没有问得太清楚。我听闻师掌门的修为已经到了大成之境，百凤山与司马交一战，师掌门不似以往那般羸弱，难不成此前是在做戏欺骗我等？那百凤山莫非也是你的手笔？日公主这话说的，莫非是听信了那司马交的栽赃，也怀疑施某缔造了百凤山，通过这饮血提升修为吧？那我日公主，你莫要被司马交的话蒙蔽了。从前仙府并无大事，师掌门他就算修为再高，也无用武之地，所以没有示于人前。我想，并非是他故意隐瞒。就是，若真要引人血，何苦费心思打造这偌大的一个百凤山？日公主应是多虑了。对，诸位要施某如何自证都行，但需先重新封印司马交，这才是首等的大事啊！日公主，你意下如何呀？我自然跟各宫同在了。那好，既然是这样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便扩大搜查范围，务必要尽快抓住司马交，不能再让他大开杀戒，伤害无辜了。诸位，请。父亲，你去查一查，这个日晷知晓些什么？是。令春，令春，明天晚上陈学府的学子要去锦绣画堂参加集会，你来吗？什么集会？书法交流吗？哪能从早到晚一直学啊？就是大家聚在一起饮酒作乐罢了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各大家族的公子小姐都会出席，是个交朋友的好机会。令春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哎，虽然能吃吃喝喝，但总感觉这宴会上的公子小姐们会找麻烦。而且我这原身永令春大小姐，看上去也不是个省事儿的主，万一牵扯出什么过往的恩怨，到底要不要去呢？这一整个教室的人，除了司马交都去了，万一我再不去给他打个掩护的话，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岂不是更麻烦？有点想念司马交带我出席花宴的日子了。他现在应该到处在找10千里蓄养的那簇灵火吧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怎么有种异地恋的感觉？500年了，这世事的灵智还是依旧灵气充沛。施千旅，你的日子过得着实安稳，也该便便了。
暗火已种下，如今便只等那烛火的东风了。夫人，失事重地，不可入内。你若在此处感应到凤山灵火的下落，立即禀报于我。是。司马娇死便死了，可此事会不会波及庭燕的安危？谁？出来！这里没有旁人，你出来吧。苏玲，你不在房间藏好，跑来这儿做什么？你都好几天没来见我了，我就想来见见你。我这2日实在是事务繁忙，不得空去看望你。没事啊，我是想着，我也该去找师祖他们了。那你打算何时动身？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我舍不得你。可是现在，施家和8大宫的人都在到处寻找师祖，你这般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我殿中，你不怕自投罗网？你放心，他们那帮人才找不到我呢。而且还有你在，不是吗？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我真的就是想要在离开之前多看看你，多陪你说会儿话。况且我晚上睡觉都不占地方的。你看那边那个房梁，那根柱子，我睡哪儿都行，我哪儿都能睡。所以你能允许今晚我留下来陪你吗？师父。别赶弟子走。你这是答应我了？啊？你答应我，那好，我今晚就睡在那儿，我发誓，绝对不会打扰到你休息，绝对。不行，今晚你给我乖乖的藏到房里休息。不许到这里来。啊？或者我去你房里睡呢？苏黎，你的眼睛亮闪闪的。好漂亮啊！不错，学会夸奖他人，也是做人的一种能力。真的吗？那我再多夸夸你。你的学会适可而止，也十分重要。哦。
很热闹啊。是啊。令春，我听说你是同你兄长一起来的陈学府，怎么线下没见着他人啊？兄长他另有要事要做。哦。听说你在课上害我表兄出了丑。你表兄？他说的是前几天被我扎了屁股的齐姓弟子。家人们，咱们算账也得摆事实讲证据，是不是？不能光凭听说就来找我麻烦，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些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是我考虑不周。你把我当家人，我去。哎，没事儿，我不往心里去。那谢谢你，不客气。你怎么反向他道谢了呢？啊？哦。我说，你们夜游宫的人，怎么也要来我们庚辰仙府求学啊？我看你的灵根也不怎么样嘛，这要学啊，也学不到什么，不如早早的找个道侣，依附着算了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你今天过来，难不成就是来找道侣的？可惜啊，在座的同道中，都是你高攀不上的。你最好啊，有自知之明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你少装模作样，你要是不服，咱俩可以比试比试。不了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何况你说的句句在理。这跟你这种人说不清楚，你好自为之。不是说永令春是个暴脾气，一点就爆吗？怎么跟个面人似的，说什么都没反应呢？就是，走。说的是永令春，又不是我廖廷艳。哎，你们可知今日内府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是啊。听说师祖大发雷霆，杀了不少人，只是因为他喜欢的一个女子给他吹了枕边风，掌门还想要替他隐瞒此事呢。听说啊，师祖和掌门还因此发生了争执，如今正在白鹿崖闭关不出。上面肯定是把真实情况掩盖了。我以前还以为啊，师祖出关，我们庚辰仙府会更加强盛。哼，现在看来，有这个师祖，还真不是什么好事。嘘，师祖修为极高，而且是司马一族仅剩的血脉，随性些也很正常。诸位又不是没有读过庚辰史，师祖可是庚辰仙府的顶梁柱，是值得我们尊敬和膜拜的前辈大能。是啊，若有机会，我倒愿意为师祖效力。是的啊，若是你们知道自己和师祖同窗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得是什么心情啊？可惜啊，我现在也不能随时看到司马教了。